Hello， 朋友们，这里是北京二环内最后一块被时代反复施舍的地方，就在磁器湖旁边，走路几分钟就能到天坛。就这么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有一片地，硬生生从90年代拖到了现在，经过30多年的拉锯战，今天终于要画上句号了，就是崇文6号地，一个让老北京人等了整整34年的名字。今天我们走进这片即将消失的居民区，不是为了怀旧，也不是为了歌颂，而是为了撕开这层城市更新的体面外衣，看看这里面藏着多少被遗忘的真相，记录那些斑驳的砖墙、交错的电线、废弃的屋角，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和他们被偷走了34年。先看一下这里的地理区位，这个是北京核心城区的地图，右下方红色区域就是今天视频里看到的地方，崇文6号地，以及它附近主要的热门旅游地标建筑。这个是放大后的具体以及房屋的密度。北京旧改史上最出名的一块硬骨头，也是很多人心里被遗忘的角落。这个地名是规划地块的编号，而非官方的行政区。1993年，香港新世界集团与崇文区政府达成协议，对崇文门外大街两侧进行大规模旧城改造，并划分为崇外1、2、3、5、6号地等多个地块。其他的地块都已经开发完成，其中3号和6号因各种复杂的原因，30多年来一直在即将开始和暂且搁置之间反复横跳。其实6号地就是北京市中心区域最大的拆迁滞留区，这里城市居民与企业生产混杂的区域。随着企业的关停搬迁，腾空的房子逐渐分给居民用于居住。等待旧城改造的过程中，多数房屋缺乏维护，在寸土寸金的核心区形成了繁华与破旧的两个世界。这里大多数房子是建于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，很多都是简易房。这片区域住着8500多户居民，这里的人非常不走运，几次看到希望，却又几次破灭，前后都算上快30年。一代人已经长大，这里的老北京还在无奈坚守着。这里最早是1992年立项，那年是邓小平南巡，掀起了一场改革大潮。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张百发带队赴港招商，4大家族联手进京，新世界集团选中了崇外的这一大片土地，整体开发。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，但毕竟当时却是政府求着他们拿地，毕竟政府实在也缺钱啊。但实际上开发商毕竟是商人，一定会用一些小的投入撬动最大的利润，因此开发商都是滚动开发，拿前一期的利润扩大下一期的投入。6号地的规模应该是6块地里最大的，又在最南边，拆迁规模又最大，自然会排到了最后。在2000年的时候，两广路拆迁，
当时给居民的政策还是可以的，基本上每户都能拿个20-30万，这个钱在当时的市中心买个2居室是绰绰有余。那个时候房屋随便买，4环内3000多一平，4环外3000不到。但老百姓都觉得钱是好东西，谁也不舍得买房。结果6号地的居民等了好几年不见动静，逐渐的都等着急了。1号地是新世界商场，2号地是新世界家园和其他的几个配套小区，3号地是东小市西园子，4号地是国日城，5号地是新景家园。能看出开发商的程序了吧？就是从北向南推的，最后才是3号地和6号地。因为两广路在当年是南城和北城的分界线，北边的地段相对较好，价值也更大，而路南都是底层百姓，最苦的人民，人还多，开发商觉得难度大就往后拖，而实际上在政府看来，最应该解决的其实就是这底层居民，这就是政商矛盾。政府的理想很好，但是商人只讲利益。很多人都说是6号地的土地手续问题导致拆迁受阻，其实不对，因为2004年是831大限，也就是2004年8月31日出台的相关政策，也就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节点。该政策规定，此后所有的经营性土地必须通过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出让，禁止协议出让，被称为土地革命，彻底瓦解了沿袭数十年的土地协议出让制度，规范了房地产市场。从那以后，导致地价飞涨，也确立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。那作为市政府的重点项目，必须抢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解决土地问题。所以在当年8月25日或8月26日，也就是大限的前几天，北京最后的30多块协议用地手续就办理完毕了。等到了2007年前后，6号地拆迁公示牌贴出来，但这次难度就大多了，因为政策和市场的原因，房价涨了。北京2003年之后，楼市开始松动。2006年到2007年最疯狂的阶段，从2005年均价5000涨到了1万以上，南4环外都破万，南3环甚至直追东3环的价格，往2万价格走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拆迁政策还是2000年左右制定的，那谁敢办呀？老百姓算计着怎么着都不合适。当时拆迁的基准价是8500左右，但不准回迁，因为2006年北京市修改了城市控规，要疏解核心区人口，所以6号地没有回迁房，想安置就得去通州。安置房地块也非常偏僻，再加上这里的居民也住惯了，没多少居民愿意搬走。现在很多人总说当时这些老北京太磨叽，买了不就得了，也就没现在的后悔了。但这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，如果把你穿越到当年，一样也是迷茫。一边是房价暴涨，不知道奥运会之后会不会降；一边是家里那点钱，买了醋就得少吃盐。而如果先自己买了房，将来万一拆迁时又允许回迁怎么办？拿什么钱去买回迁房？一边是4环外的1万，一边是2环内的5-6千。对于手里就20-30万的百姓来说，怎么选？有的可能还没那么多钱，没得选。这就跟今天的拆迁一样，如果说能回迁，那请问你想用优惠价买原址回迁，还是愿意迁到5环外？反正就这么点钱，很难选择，是很难选择的问题。所以别太苛责这些老北京的百姓，谁都没有前后眼，说不清将来什么形势。再后来具体政策出台以及限高要求，一年又一年，也不知道这20多年有多少老人已经离世，到了也没住上楼房。从历史和建筑层面来看，其实6号地远不如当年的花市、打磨厂、兴隆街一带，尤其是花市北边，那才是正儿八经的胡同，也有不少小四合院，是一些有钱的商人们的住宅。没有不知道，他到了他得给我打电话。行，你
前热门，一会儿你再接老太。而6号地一带呢，就是当年的城中村，好一点院子非常少，所以这种地方就改成了保护性腾退。现阶段政府也很难办，就算老百姓都搬走了，恢复修缮也够难的，总不能恢复成解放前的贫民窟吧？我就给你举个例子，这片区域的命名，你听这地名，南岗子、南北岗子，以前就是乱葬岗子坟地。很多人来到北京，总觉得老北京人都是家家几套房，所以天天提笼架鸟的摆大爷的谱。其实哪有啊，底层老百姓的日子可苦了。就像每年夏天下大雨，大杂院里指不定有多难熬呢，到处漏水。而且如果当年说不拆，那各家可能还修整一下的房子。后来总说要拆，所以谁家也不愿意多花钱折腾，都想凑合着住一阵子，没想到这一凑合就半辈子。现如今没有任何办法，很同情这些老北京们，住着窄小的破平房，买不起也租不起，等了这么多年的拆迁也没等来。北京这20多年来确实有很大的发展，但其实对于很多底层老百姓来说，没什么太大帮助。拆迁了的还好说，至少是居住条件不愁，而没拆迁的呢，只能是继续熬，继续盼。等真要搬去朝阳、通州、顺义，这些老街坊们也很难再见面了。也有人感慨，早先说要盖高楼，后来又说不能盖，再后来又说要保护胡同，改来改去，谁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。老北京人其实不分什么3、6、9等，很多人只是差了一次拆迁的机会而已。我倒觉得历史的车轮就是这么不讲道理。这里不是需要保护的文物四合院，这里就是住着一群普通人，住了一辈子的老破平房。所谓乡愁，有时候就是这么具体。具体到胡同口的那棵歪脖子树，具体到邻居做饭的油烟味。我是一个记录者，记录下这片叫崇文6号地的土地，在变成钢筋水泥之前的最后的样子。再过些日子，这里即将是磁器口东街综合性城市更新项目，是文商旅游的融合区。但在我这10多分钟的视频里，它还是那个破旧、拥挤、真实、温暖的6号地。这是北京，这是它的一部分，即将消失的那部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好一点，这一走就走感觉，这也站，我感觉也站。这道理，他妈你跟那吃面条，你出去干啊？这他妈那平常他妈吃荤的，吃他妈习惯了，吃他妈就我这儿方面。哎，我这。